OK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們又來到了這個平民美食開箱系列，日式丼飯連鎖店。這次挑3家，有 Sukiya、吉野家、松屋。好，我們分別買了它的牛丼跟加了咖喱的牛丼。究竟哪一家日式連鎖丼飯平民價位最好吃的？我個人之前在新莊的時候蠻常吃 Sukiya 的，因為家裡附近有一間，然後就是有時候開台吧，沒什麼好吃的，就去吃一下這樣。老實說，在我做完了這個超商開箱之後，我可能會比較傾向去吃超商，所以沒關係，我們還是來開箱一下，來看哪一間是比較好吃的。OK， 那我們就開始。那我們先從這個沒有加醬的，我們先從這個一般的牛肉丼飯開始吃起。因為上次有觀眾在留言下面建議我們說，就是我們要幫這個主食做稱重，加入這個參考的這個指標，所以我們今天呢有幫這個主食稱重，稱一稱之後發現好像也沒什麼參考價值。因為呢這個 Sukiya 呢它裡面有醬汁，所以 Sukiya 是最重的。然後再來是松屋，再來是吉野家，所以有些有醬，有些沒醬，所以可能重量上只能當做一個參考。然後這個售價是吉野家最貴，那我們就先從這個吉野家開始吃，看起來非常的一般。這個牛肉大概是 Momo 等級，就是最便宜的吃到飽會有的肉的品質，勉強能上桌的，就是油花好像有一點點，然後這個肉就是這樣子散散的，還不錯。這個肉一般般，有點小鹹，我覺得配上它的飯就是剛剛好。我覺得它飯做的蠻好吃的，它飯的口感算不錯，不能到粒粒分明，基本口感還是有，不會是狗成一坨或者什麼爛爛的。這家吉野家的飯還蠻好吃的，然後我覺得它的肉就是目前啦勉強及格。你有在日本吃過這3家嗎？我有點忘了，好像有吃過吉野家嗎？因為老實說，在日本真的太多東西可以吃了，不太容易選這個東西。然後呢，再來我們吃一下這個松屋的93。我這個肉更接近了。這個肉我有吃過，炭火燒肉便當會給那種肉。哦。因為它這個更鹹，它這個有吸一點汁，因為它醬有吸到肉裡面，更鹹了一點。那 Momo 的品質跟燒肉便當的品質還是比較好的。Momo 就是燒肉便當的肉，讓你吃到爽了。這家我覺得更鹹一點，飯稍微我覺得小酥一點，誤差範圍之內。假設啦，我說假設這個如果70分，這個大概就是65分，就是假丑霸的那種感覺。OK， 這個是本次丼飯最便宜的，89塊哦 ，Sukiya。飯就是吉野家的最好吃，就是比較粒粒分明。其他這2家都是小黏、微黏，就是飯都是一坨一坨的。味道上大概是因為這個沒有吸汁嘛，這是大概最淡的，小鹹、中鹹，然後這個是大鹹。因為 Sukiya的醬比較清淡一點，它的醬裡面還有一點薑汁味，所以它的味道比較綜合一點。它算是有一點可以蓋掉一點點太鹹的味道。因為我們看它剛剛是這個有分層的嘛，不有汁在上面，所以這一家的牛肉口感也比較好一點，比較濕潤一點。松屋這一家就是可能因人而異，但這一家它的肉比較老，所以它可能煮比較久，醬汁也收比較進去。吉野家比較像是 Momo 的肉，然後泡在那個壽喜燒汁裡面，然後夾起來配白飯那種感覺。這家算是我不能說它比較好吃或難吃，我覺得它比較用心。怎麼講？它有加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在，就是雖然大家都是作業嘛，它也比較認真在做，它的汁比較有點就是別出心裁的感覺。這2家就是純粹就是泡在醬油裡面嘛，然後再加上它是最便宜的，所以這3個的話，摒除掉你喜不喜歡薑汁這個，我覺得這一家應該是算最推的。再來是我覺得是吉野家。我都有疑問，吉野家飯，因為我們剛剛稱重嘛，這2個不含洋蔥，這2個重量差了15克，會影響到什麼？就是細分下去的話，我會覺得松屋只是汁吸比較多，因為松屋比較鹹，因為它差15克，我覺得其實也還好。重點是它這個真的蠻鹹的，我覺得15克的差距還好，我覺得不影響。差6塊，這個很尷尬，價錢有差，可是差6塊。如果我說以我個人而言啦，我不會在乎這6塊，我會選沒有那麼 heavy 的。像我最近有時候宵夜去吃什麼鐵板燒什麼，我看到有些宵夜都是進去就跟那個櫃檯說，我要那個大辣重鹹。就有一些可能吃宵夜習慣很 heavy 的話，那會推薦吃松屋，因為松屋是真的蠻夠味的。OK， 那我們再來幫大家評價一下加了咖喱肉，可能大家進的差不多嘛，但是咖喱的做法大家應該不一樣。OK， 那我們先從吉野家開始。但我老實說，剛剛說真的，吉野家的飯是真的蠻好吃的。算比較 Q 一點，我們這邊先講好，我們先撇除這個咖喱拌不拌的問題，我們純粹吃味道。我們今天不評論這個咖喱飯會不會拌這件事情，避免有人在下面又開始吵架。我們先吃一口原味看看，應該是沒差，確實沒差。
我們就咖喱配飯，吃一下這個咖喱。哇，味道很夠。有時候假設是這兩個選，它的牛丼，我覺得牛肉沒什麼味，你知道嗎？可是它的這個咖喱味道蠻重。它這個好像是黑咖喱，而且很鹹。我不能說很鹹，因為等一下的松屋可能會更鹹。後來再來是這個剛剛最鹹的，它這個還有附那個醃製物。OK，這次我們不整盤倒，我們倒一點點就好。因為我剛聞了一下，因為我剛開的時候，它有一種特別的味道，一時想不起來，感覺有一種辛香料的味道，好像蒜配沙茶醬那種感覺。但我反而覺得這個醬還好，辣辣的，我覺得還行。我覺得比這個好一點，它有那個沙茶醬的味道，感覺有點變化，你知道嗎？這個反而它剛剛很鹹，可是現在吃起來就覺得不一樣的味道，就反而沒有那麼死鹹。OK， 我們最後一站來到這個 Sukiya， 很難形容，我也不知道感覺也不是很純正的咖喱，不知道裡面有加什麼東西。但至少這3家，假設啦，我是要吃咖喱的話，我也會點 Sukiya。因為 Sukiya比較像咖喱，而且你說這個是黑咖喱，它確實蠻像黑咖喱，可是我覺得它的咖喱味也不夠，因為正常的黑咖喱它不會那麼鹹，我記得有的時候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還是什麼的。它這個售價怎麼樣 ？Sukiya是153，好像飯也比較多一點，對，好像量也比較多一點。這3個假設啦，我說這3個假設要硬選的話，這個是 Sukiya， 然後松屋，然後最後是這個吉野家。這個就沒有辦法，吉野家就只能墊底，因為它是最貴的，然後它這個咖喱也是最怪的。這個反而很明顯就是 Sukiya， 我覺得比這2間好。因為這2間有個問題是，我看它的賣相，就它的飯啊跟肉好像沒有跟剛剛那個好像沒有差很多，所以我覺得假設是這2間，我會推薦你就牛丼就好。那如果你要吃咖喱的話，會推薦這個 Sukiya 的咖喱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6樣日式連鎖丼飯的這個品項開箱。這6個擺在一起的話，我會最推薦大家吃的是這個有薑汁味的這個丼飯，因為它是最便宜的，然後其實做的算蠻用心的。再來是這個，然後最後是咖喱這個。然後我覺得反正這次這個系列我會推 Sukiya。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日式連鎖丼飯開箱。我的心得還是乾脆去吃便利商店好。我覺得有可能大家吃都加套餐吧，会不会比較划算？其實我们是單點。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這個大家參考看看好不好？我覺得啦，原則上這幾間店，我印象中我有看過，上下班時間其實很多人去吃，但原則上我只有找不到東西吃的時候才去吃這幾間店。然後這些是我的評價嘛，評價也是見仁見智嘛，因為畢竟食物這種東西每個人吃起來不一樣嘛。也許有些人就喜歡這個松屋的這個很奇特的這個什麼沙茶咖喱，也有可能。OK， 反正只要合味道就好嘛。好，那有興趣的話呢，可以這個在下面留言，看我開箱什麼平民美食。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，謝謝大家收看，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那時候我大概高中的時候。那時候吉野家剛進來的時候，它是129還139，我忘了，就是有牛有雞，然後日式的那種丼飯餐盒還是怎樣的，而且那個時候是129，是我那個年代已經是就是基本上是封頂價，就是很貴，你知道嗎？那時候吃一餐可能便當可能80塊，現在160只能吃到這種東西，我沒有辦法接受的，比麥當勞還沒有辦法接受。